大家好，本节介绍瑞能自版系统简单嵌画的绘制。瑞能新版本嵌画的绘制与老版本是有所不同的。新嵌画的绘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嵌花色码绘制花型，设置引塔下沙嘴，设置编译参数，最后进行编译。首先，了解嵌花色码绘制花型的重点。嵌花色码分为3组：前编织色码211至219，后编织色码201至209，前后编织色码221至229。在绘制嵌花时需要注意，如果嵌花色码不够用，也就是说211至219都已经使用了，但是嵌花还没有绘制完成，封闭区域可以重复使用色码。在封闭的嵌花区域内，可以使用其他普通色码，例如小图色码、带方针的色码等，系统可以自动识别。接下来，实例介绍嵌花色码绘制花型。在一个普通的单面上绘制出嵌花来。第一步，使用嵌花色码绘制花型。211号色。首先，将大深1号色换成211号色。这一行不需要换，这一行是废纱中的封口纱。第二步，用不同的嵌花色码将花型绘制出来。用菱形工具自定义一个菱形。圈选这个菱形块，用平面复制工具复制菱形块。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花型里面有3个嵌花色码：211、212和213。这就是一个普通的3色嵌花花型。绘制嵌花的时候，如果嵌花色码不够用，封闭区域可以重复使用色码。通过这个例子来解释，这里3个颜色是封闭的。封闭也就是色码块没有连通，即相互独立。现在是用3个不同的嵌花色码，在这个区域里面也使用211色码是可行的，因为左边的211区域和右边的211区域中间被212区域隔断了，所以可以重复使用色码。第3点，在封闭的嵌花区域内，可使用其他普通色码、小图色码，系统能够自动识别。例如，需要在这个区域里做条孔，用71号色条孔。61号色。圈选这个范围，平面复制，
如果在某个区域内画这些普通色码，系统可以自动识别。同样，小图色码、锁骨色码等也可自动识别。嵌花色码绘制好花型后，接下来了解银塔下沙嘴的设定。银塔下沙嘴设置的步骤如下：点击工具栏上的编译按钮，打开银塔下沙嘴设置，进入沙嘴设置界面。接下来，在界面的右下方设置沙嘴号，或者点击相应的区域设置沙嘴号。最后，在沙嘴设置界面设置好沙嘴后，返回编译界面，设置沙嘴的初始位置和沙嘴的类型。下面实例介绍，以刚才绘制的花型为例，花型绘制完后，接下来设置嵌花色码的沙嘴及银塔下沙嘴。选择工具栏上的编译按钮，单击，进入编译界面。这里有银塔下沙嘴设置按钮，单击。可以看到，沙嘴设定界面的左边有预览图，与绘制的嵌花花型相同。在界面右下角可以设置嵌花沙嘴，单击主沙列，则弹出沙嘴号输入键盘。这里设置3、4、5号沙嘴，这样嵌花沙嘴就设置完成。也可以单击预览图中的某个区域，设置或改变沙嘴号，例如将3号沙嘴改变为2号沙嘴。那么，现在设置的沙嘴为2、4、5号沙嘴。沙嘴设置完成后，单击确定，确定后将回到编译界面。在沙嘴设置页面有类型选择，类型有 N 和 I 两种 ，N 表示普通沙嘴 ，I 表示嵌花沙嘴。由于大部分的机器没有配嵌花沙嘴，一般只有普通沙嘴，即 N。这里则是设置沙嘴的起始位置，左边或右边。例如，刚才嵌花设置的沙嘴为2、4、5号沙嘴，需要将5号沙嘴放置在右边，5号沙嘴勾选右。这就是银塔下沙嘴的设定。接下来介绍编译参数的设定。编译参数主要包含有4类选项。第一类，沙嘴的带进带出；第二类，沙嘴的移动；第三类，一行规程及嵌花收加针处理；第四类，优化选项。以刚才绘制的嵌花为例，来具体介绍这4类参数。选择花样展开页面，选择银塔下，这里面都为嵌花的参数：沙嘴的带进带出、沙嘴移动和一行规程。若沙嘴带进带出类型，选择的是前调目加后编织；沙嘴移动类型也为前调目加后编织。最后，一行规程参数一般勾选自动，这样相邻2块的嵌花衔接效果是最优的。这就是沙嘴的带进带出、沙嘴移动和一行规程处理。最后还需要设置优化选项，这类参数主要是指一行 V 领嵌花
在设置页面里面，这里有优化选项参数，里面有一行 V 领嵌花。一行 V 领嵌花主要是对嵌花花型的拆分方式进行设置。嵌花的拆分方式，勾选这个选项，嵌花色数越多，优化的效果越明显。3色的嵌花可以不勾选一行 V 领嵌花，一般4色、5色或以上的嵌花才勾选这个选项， CNT 行数会明显减少。这里不勾选这个选项，机型选择增强型、双系统、单击编译，将弹出是否使用上次砂嘴分配设置的选项，选择是，即按已设定的银塔下砂嘴进行编译，选择否，将弹出砂嘴设置界面，需要重新设置砂嘴，选择是，编译，反编译查看编译后结果。在嵌花区域中绘制的条孔色码，在反编译中可以看到条孔被正确的执行。以上便是普通嵌花的绘制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